白俄罗斯美女远嫁中国广东，结婚7年生下一个儿子，公开表示羡慕儿子的中国国籍。2016年12月15日，广东潮汕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跨国婚礼。为了爱情，维卡不惜跨越万里，从白俄罗斯远嫁中国。同样为了爱情，她结婚7年才决定生个孩子。看着襁褓中可爱的儿子，维卡喜不胜收。兴奋之余，更多的应该是羡慕。维卡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和儿子一样，刚出生就是中国国籍。如此一来，他就不用再四处奔波了。2015年，维卡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他刚坐在电脑前，就被老板叫去了办公室。有几位中国客户来了，你去接一下吧。来不及犹豫，维卡立刻赶去了机场。果不其然，映入眼帘的是几位风尘仆仆的东方面孔。面对这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对方一行人明显有些愣神。都说白俄罗斯盛产美女，这次算是真正体会到了。隐隐之中，维卡感觉有双炙热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果不其然，他刚抬头就与一位中国小伙四目相对，眼神交织的那一刻，两个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是害羞，更是心动。或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缘分来的时候，真是挡也挡不住。从老板口中，维卡得知这位中国小伙名叫阿阳。别看他年纪轻轻，却是本次中方客户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维卡和阿阳有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两人的确是奔着工作去的。每天早上8点，阿阳都会准时出现在维卡的办公室。直到夜幕降临，两个年轻人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说来也怪，维卡和阿阳虽然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度，但在语言沟通和行为处事上，竟没有丝毫的障碍或不合。短短几日，阿阳就完成了此次前行的所有工作。打着感谢的名义，他开始3番2次约维卡出门吃饭、看电影、送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阿阳也不例外。更何况这还是位白俄罗斯大美女，试问哪个男人会不心动呢？面对阿阳的频频示好，聪明的维卡怎么能感受不到呢？但他不确定对方究竟是爱自己的表面还是内心。再说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尤其对于女孩来说，远嫁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在阿阳离开之前，维卡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既然当下无法决定，那就把答案交给时间吧。当然，阿阳也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他很清楚维卡在担心什么，而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回国以后，阿阳便主动添加上了维卡的微信，哪怕工作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和心爱的女孩聊天。小到日常生活的分享，大到工作问题的讨论，两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也从最初的文字聊天一步步过渡到打电话和视频。不知从何时开始，维卡习惯了阿阳的存在，这个男孩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眼里，铭记在心里。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维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没错，他要为了爱情奔赴中国。来不及犹豫，维卡立刻买了一张飞往中国的机票。10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后，他总算是抵达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维卡刚走出机场，手捧鲜花的阿阳便迎面而来。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再让幸福从手中悄悄溜走了。为了这次见面，阿阳做足了准备，无论吃饭还是游玩，他都提前做好了攻略。尤其在住宿方面，阿阳更是煞费心思，从洗漱用品到床单拖鞋，他都提前准备的一应俱全。面对这样一个细心的男人，维卡怎能不心动呢？所以在回国之前，他主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们在一起吧。有情人终成眷属，维卡和阿阳兜兜转转，还是走在了一起。但想要早日结束异国恋，方法只有一个，没错，就是结婚。与此同时，也意味着维卡和阿阳必须有一个人愿意牺牲。毕竟要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和父母，心里怎么会不难过呢？起初，阿阳的确有为爱献身的打算，但作为家中的独子，孝道不允许他做这样的决定。事已至此，阿阳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维卡身上了。无论如何，他都要让未来岳父岳母答应这门婚事。2016年春节刚过，阿阳就买了一张飞白俄罗斯的机票。平日里枯燥乏味的旅程，今日竟过得如此之快。为了讨二老开心，阿阳专门从中国千里迢迢带回了很多礼物。即便如此，他的内心还是仍然有些忐忑不安，以至于阿阳看到未来岳父岳母时，脱口而出喊了声爸爸妈妈。看着他涨红的小脸，二老反而笑出了声。就这样，
阿阳因祸得福，拉近了与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借着这次机会，他再次表现了自己，做美食、讲笑话、按摩。看着眼前这个真诚又细心的中国小伙，维卡的父母打心眼满意。最让阿阳惊喜的是，二老居然表示不收1分彩礼，只要女儿过得幸福，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不得不说，阿阳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1分钱不花还能娶个大美人，试问谁不羡慕呢？2015年12月15日，阿阳和维卡在广东老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按理来说，小两口婚后不久便会有喜讯传来，但不知为何，维卡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为了不让婆婆担心，她主动坦言道：“我们想再过几年2人世界。”好在阿阳的母亲也是个开明的人，既然年轻人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她倒也不愿强求。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021年，看着邻居家可爱的小孩，维卡不禁有些心动。一夜无眠后，她决定开始备孕。或许新生命的到来会让这个甜蜜的2人世界变得更加幸福。2022年7月，维卡成功解锁母亲的新身份。在此期间，她也再次感受到了被爱包围的感觉。婆婆的月子餐，老公的按摩，维卡再次确定自己成为了远嫁这场豪赌的大赢家。其实最让她开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子浩浩刚一出生就拿到了中国国籍。众所周知，中国绿卡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难拿，维卡来中国7年都没有达到申请的资格。儿子的出生无疑加速了他梦想的实现。2023年12月，维卡总算是等到了心心念念的绿卡申请这一刻。提交各种资料后，他还前往东莞市签证处参加了一场面试。接下来的时间，维卡只需要在家耐心等待即可，相信用不了多久，好消息便会传来。毕竟维卡对中国的感情早在多年前就有迹可循。众所周知，白俄罗斯是一个盛产美女的国度，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维卡亦是如此。从小到大，他听过最多的话就是这女孩太漂亮了。当然，这不是恭维，而是事实。白皙的皮肤，深邃的眼眸，再配上那2条大长腿，简直美得让人目不转睛。转眼间，维卡长到了读书的年纪，父母几乎想都没想，便把她送去了当地最好的学校。好在维卡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无论小学还是中学，她的成绩都永远是班里的佼佼者。寒窗苦读10几载，维卡顺利考入了当地一所知名大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无意间接触到了中国文化，书法、武术、戏曲、中医、瓷器，尤其是中华民族身上那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震撼了维卡。恰逢大3那年，维卡所在的大学有一个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得知此事后，他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接下来的日子里，维卡一边提升专业知识，一边自学中国汉语。结果可想而知，他顺利拿到了这唯一的名额。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维卡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学习生涯。其实，维卡刚来中国时还是非常紧张的，毕竟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他的汉语水平又不太好。但是很快，中国人的热情就打消了维卡内心的疑虑。无论学习还是生活，他都收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悉心照顾。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维卡的留学生活很快就迎来了尾声。说实话，他一点都不想离开中国。无奈出于学校的安排，维卡只能含泪告别这片热土。离别之时，他在心中默念道：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到这里。返校不久，维卡就收到了白俄罗斯一家外贸公司抛来的橄榄枝。说来也巧，这家公司的合作方大都是中国人。得知此事后，维卡二话不说便选择了入职。这样送上门的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为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维卡工作期间向来兢兢业业。短短半年，他就坐上了主管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维卡的中文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在工作之余，公司还经常给他安排一些翻译的接待工作。面对突如其来增加的工作量，维卡没有丝毫抱怨，恰恰相反，他非常期待这份差事。只要能和中国人打交道，维卡做什么都愿意。自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总有人问维卡嫁到中国后不后悔。每当听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如出一辙：我愿意为了爱情，为了家庭付出这一份思念的代价。